谢谢。伯尼在哪？伯尼莫雷诺，参议院那边怎么样？很好，很不错。谢谢你们的邀请，这是我的荣幸。感谢克里斯的介绍。你拿到我的办公室了吗？拿到了。是那个我以前的在罗素议员大楼的办公室吗？你有没有找到现金或者金条？没有。有媒体在这儿吗？有个电话，开玩笑，大家知道的。谢谢克里斯的介绍。实际上，我为他和我们在小企业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也感谢奥伦和美国指南针今晚能邀请我来这里。我们实际上只共事了大约10天，因为我很快就被确认为国务卿了。还有确认投票时，100个参议员中，我拿到了99票，因为当时的副总统的席位还没有补上，所以离满分还缺1票。总统有一段时间对我在参议院获得99票表示非常担忧，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我最近告诉他，总统先生，您不必再担心了。我想我现在不可能再获得99票了。总之，谢谢你们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们，你们知道我在行政部门工作，我们经常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想做某事，但总是有法规或法律限制我们通过行政手段来做事情的能力。他要求我们经过某些步骤，所以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会问，到底是谁写的这些烂法律？然后今天我被提醒到，实际上是我自己通过了某项法律，成为了快速行动的阻碍。所以，总之，没办法，我对行政部门的欣赏与日俱增。而且，媒体会说，他支持专制政府，但不，我只是觉得，我通过的一些法律现在正妨碍着我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解决，但我们会的。但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也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我知道你们显然会花很多时间关注国内决策，但我希望今晚能向你们介绍一下我所学到的，以及我上任之初就相信的，即国内经济方面的很多事情与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一直都是如此。我认为这是我们忘记的教训之一，但我想我们最近已经被提醒了，而且许多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首先，我想说的是，我认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其中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是，人们喜欢说历史总是重演，其中一个原因是人性从未改变，科技在变，我们穿的衣服在变，甚至语言也在变。政府也在变，很多东西都在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人性。今天的人性和5000年前的人性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经常重演的原因之一。人性的其中一点是，我不是想听起来像个心理学家，但我认为历史证明我们人类天生就有一种归属感。事实上，如果你注意一下，如果你把一些人放在任何地方，少数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尝试创造一些他们可以加入或成为其中一部分的东西。对于民族和民族国家、民族的概念来说也是如此。现在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我的意思是，在此之前我们都有，但我们有某种东西，比如组织，无论是城邦还是部落组织。但是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正常的进化，因为人们认为归属于某个东西很重要，成为一个民族的一份子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这在日益影响地缘政治决策方面确实越来越明显，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也明白这一点，但这是我们忘记的事情之一，而且我们肯定在冷战结束时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我能带你们回到冷战结束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些是我的成长岁月，因为我是在80年代长大的，那可能是最伟大的10年，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是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吗？因为我的孩子们，我有几个年轻的孩子，我说年轻，他们分别是24岁、22岁、刚满20岁，还有一个17岁，他们都在看80年代和90年代的重播节目，现在已经拍不出好看的电视节目了，每个人都想看80年代和90年代的东西，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70年代因为迪斯科音乐而显得很黑暗，但是90年代后面有位迪斯科迷，80年代我们的发型是有点太夸张了，但除此之外都挺好。
说回80年代，我记得1983年我暴露年龄了，我可能刚满54岁，我觉得自己像55岁了。但是我想说的是，1983年，你们还记得一部电影叫《叫什么名字来着？是关于核战争的电影，你们记得吗？叫《战争游戏》吗？不是，那也是部很棒的电影。我说的是一部我在电视上看的电影，真的把我吓坏了。劫后余生。劫后余生，你们还记得劫后余生这部电影吗？那部电影太让人感到不安了，当时还在电视上播放。基本上我们从小就觉得世界随时可能毁灭，因为美国和苏联随时会发生冲突和战争，可能我们都活不到25岁。我都忘了《战争游戏》这部电影了，那也是一部好电影，讲的是一个家伙入侵电脑的故事，是80年代的黑客。我还记得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那个演员是谁来着？是同一个人，马修·布罗德里克。这部很棒的电影，我知道我完全跑题了，但还是想告诉你们，当时我住在拉斯维加斯，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战争游戏里第一个被炸的城市就是拉斯维加斯。当时我坐在观众席里，大家都在轻声笑着，我就觉得炸拉斯维加斯一点都不好笑。总之，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然后在1989、1990年和1991年，我刚上大学，整个世界就在我眼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知道，我们从小到大，整个世界似乎都围绕着苏联，但突然之间，苏联就不存在了。我最难忘的是，那年秋天，我正好在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上一个苏联专家的课。这位可怜的家伙，他毕生的事业在3个月内崩溃了，因为苏联解体了。就像他多年的努力，拿到了苏联研究的博士学位。结果现在苏联没了，我不知道他之后做了什么，我得去查查他。但不管怎样，重点是整个世界都变了，人们兴高采烈，相信冷战结束了，我们赢了。现在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和我们一样，成为自由企业民主国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想法。但他们得出了另一个结论，那就是在经济方面，国家属性不再重要。现在世界将不再有国界，在哪里生产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最有效率的地方生产。这变成了一种口头禅，而且我认为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了共和党的正统观念。我也是在这种正统观念下成长起来的，那就是如果生产能力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也没关系，因为这会解放我们的工人，让他们从事生产力更高、收入更高的工作。当时有一种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观点，那就是谁在乎你在工厂失去了工作，你将会学习如何编程，然后你将会赚更多的钱。好吧，首先这完全是不现实的，而且当做出这个决定时，它变得极具破坏性。但这件事的另一个影响是，它剥夺了这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力，剥夺了制造东西的能力，而工业生产力以及制造东西的能力会带来2个后果。首先，它会损害经济，损害国家，剥夺人们的工作，而且转型并不容易，最终还会对社区造成损害和破坏。结果就是我们有了铁锈的代忒，我们有了被掏空的地方，我们有了世世代代在某个领域或某个公司工作的家庭，但突然之间这个公司或这个领域消失了，因为它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因为其他地方的生产成本更低，这些工作岗位就消失了。这显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不仅是对美国，对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但它剥夺我们的另一件事是制造东西的能力，这对国家安全造成了阻碍，而且是非常重大的损害。回顾2战时期，负责策划珍珠港袭击的海军上将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他执行了命令，但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曾在美国学习过很长时间。他的结论是，攻击美国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因为即使当时我们在军事上落后于日本，当然在技术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但我们有工厂，而且我们能够获得原材料和资源。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这些工厂和这些原材料被投入到战争机器中，日本将无法跟上。你可以很有把握地说，2战的结束，2战的
胜利，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特别是在亚洲，都是美国工业生产力的结果。当日本人损失一架飞机时，他们就损失了一架飞机；当我们损失一架飞机时，尽管他们的飞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比我们的好，但当我们损失一架飞机时，我们能够生产数百架来替换它。工业生产力在国家安全方面至关重要，这一点从未改变，一直都是如此。因此，今天你所看到的是，由于多年的忽视，由于工业生产力的丧失，我们不仅破坏了我们的社会，不仅破坏了我们的国内经济，还破坏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你们将会发现，我们现在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问题，其核心都在于获得原材料和工业产能。这既是我们做出决策的依据，也是我们优先关注的领域。现在技术不同了，但我们仍然越来越重视这一点。这对我来说变得非常明显，我认为甚至在我开始这份工作之前就是这样。但在我上任的这几个月里，每个国家都在推销自己，说自己是稀土矿产的来源国。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如此。顺便说一句，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稀有，所以每个国家都能获取。但一个重大问题是，仅仅拥有稀土矿产是不够的。你还必须有能力加工它们，你必须能够将它们制成可用的材料。坦率地说，中国在过去25或30年里所做的就是垄断了市场，这是对纯粹的自由企业观点的一个真正的挑战。你无法与一个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国家竞争，他们对在这个领域赚钱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在短期内主导市场，成为世界上某种产品的唯一来源。因为一旦你在任何一个领域建立了行业主导地位，你就可以向世界收取任何你想要的价格。如果说，好吧，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优秀，那是一回事，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拱手让出了这些，因为我们做出了决定，我们制定了政策决定，认为我们大多数仿制药中80%以上的活性成分来自另一个国家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对放弃这类东西感到没问题，而现在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我说我们，我的意思是，世界其他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工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潜在的敌对国家，包括中国，他们可以以此来要挟我们。所以在很多方面，地缘政治的本质现在已经调整到这一点，并且正在为此做出调整。而这将是新世纪的巨大挑战之一，也是川普总统领导下的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那就是重新调整我们的国内政策以及我们推行地缘政治的方式。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除非你能够养活你的人民，除非你能够生产你的经济运转所需的物资，并最终能够保护自己，否则作为一个国家，你永远无法确保安全。实际上，在21世纪的前沿产业中，几乎没有哪个领域不存在某种程度的脆弱性，而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高地缘政治优先事项之一。不仅仅是获得原材料，还要弄清楚如何才能在这些关键领域拥有更多的工业产能。理想情况下是在国内，如果不能在国内，那么就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使其不会在潜在的冲突时期被用来对付我们。所以事实上，除非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有些冲突将永远不会发生，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控制手段将开始限制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能力。我无法提供太多细节，但我想说的是，即使在我现在与你们交谈时，我们也在权衡理想情况下想做的事情与短期内可能无法做到的事情，直到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为止。这是美国地缘政治中一个真正的挑战，它已经成为一个优先事项，并且直接关系到过去20-30年里所做的那些错误的决定，而我们现在正试图纠正这些错误。另一个更大范围的错误，我认为也与经济政策相关，就是我们当时决定说，如果某件事对全球经济有利，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最终造成的情况是，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而是考虑这个决定是否对全球经济有利，这是否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这是否有利于其他地方的繁荣，即使它可能不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在冷战时期，我们也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的意思是，我们允许一些国家在贸易上不公平地对待我们，但我们之所以允许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些国家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受害者，导致他们被推翻。但随后我们继续维持这种做法。因此，今天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已经是完全发达的经济，但我们与他们之间还存在巨大的贸易失衡，因为他们希望继续沿用这种体系，而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最后一点，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不仅在经济政策中剔除了国家利益，也在外交政策的决策方式中剔除了国家利益。我们的外交政策无论在何地何事上，都应该以对美国有利为中心和重点，但这种理念已经完全丧失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外交决策，都是因为什么对国际秩序有利，或者什么对世界有利。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无关紧要，但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必须是美国，以及什么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不是孤立主义，这是常识。相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参与世界事务，但我们需要以一种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的方式参与世界事务。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我一开始提出的关于人性的观点，那就是其他国家一直都在这样做。几乎每一个与我们互动的国家在与我们互动时，都会优先考虑他们的国家利益。我们需要重新开始这样做，而且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制定这些外交政策决策时，将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最后我想说，这正是外交政策发挥最佳效果的地方。正如我对多位外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包括一些多年未曾交往的领导人，我说，当我们的国家利益一致时，外交政策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当他们一致时，我们就有绝佳的合作机会。当他们不一致时，我希望他们追求他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也追求我们的国家利益，并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这就是外交的工作。因此，我认为你们为重新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向，使其聚焦于国家利益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在国内经济政策还是外交政策方面，对于21世纪的保守主义都至关重要。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你们做得非常出色。当其他人都不谈论这些事情，当其他人都不提供让我们能够制定公共政策和挑战固有思维的材料时，你们在做这些。我鼓励你们继续这样做，因为这将是一代人的工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正处于美国政治思想中一个重要且早就应该进行的调整之中，这需要像美国指南针这样的组织来推动创新和思考。我们感谢你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并鼓励你们继续这样做。其中有一位在这方面真正发挥了领导作用，我实际上是在这个项目和这种思考中认识他的。当时他只是一位畅销书作家，甚至还不是一位政治人物。他就是我们现任的副总统，他做得非常出色。我对他的钦佩之情与日俱增，我以前就很钦佩他，在参议院的时候我就很钦佩他，现在作为副总统，我更加钦佩他，因为我认为副总统比参议员更令人印象深刻。伯尼就是这样，我现在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已经得到了99票。看到了吧？因为我不再需要参议员的选票了，但是副总统做的确实非常出色。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有力、最清晰的声音之一，确实站在美国政治新思维的最前沿。我很荣幸能在这个政府中与他共事，也很荣幸现在邀请他上台向大家讲话。非常感谢能有机会来到这里，女士们、先生们，美国副总统万斯。